你是不是也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心里偷偷问自己，我这辈子到底为什么过得这么苦？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同样是生而为人，有人仿佛一出生就在终点线，有人生下来却得当牛做马，奔波劳碌，甚至有很多年轻人跑来问我，老师啊，我这辈子婚姻不顺，赚钱这么难，是不是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哦？我告诉你们，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但是多数人都问错了方向。大家总觉得这个命是老天爷硬塞给你的，是爸妈不小心生下你的。错了，大错特错。我常跟你们讲，佛法里面从来没有偶然这两个字，世间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你为什么偏偏生在张家，不生在李家？你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月的这一天生出来，而不是晚2天？这里面没有秘密，全是你自己挑的。大家可以静下心来看一看自己的农历生日是哪一天。很多人只知道过生日要吃蛋糕，要收礼物，却不知道这个日子其实是你上一辈子离开这个世界时盖下的那个印章，更是你这一辈子入场的门票。在佛法的唯识学里头，这件事讲得非常精细。人死之后身体坏了，但是那个神识，俗话讲的灵魂，我们佛法叫做中阴身，它没有死啊，它就像一个在这个虚空里飘荡的磁铁。它在飘什么呢？它在找它的缘。这就好比你走进一个大观园，有的人喜欢看花，有的人喜欢看戏，有的人就死死盯着那个好吃的。你的习气是什么，你就被什么东西吸过去。所以当你的父母在交合的那个瞬间，正好那种光，那种气场跟你前世积累下来的那个业力磁场啪的一下对上了，你就入胎了。这在佛法里叫什么？这叫感应道交，同频共振，互相吸引。所以你出生的那个时间节点，无论是哪一年哪一月，正是天地间某种气运和你内在业力最咬合的一瞬间。你的农历生日其实就是你前世善恶业力的一份成绩单，也是你这一世人生剧本的开场白。民间常常讲看农历月份知前世，很多人以为这是迷信，是江湖术士在胡扯。其实啊，这背后有它非常严谨的底层逻辑。虽然佛法不主张大家去沉迷算命，但是《三世因果经》讲得明明白白，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我们要想知道前世种了什么因，你看你这辈子受的是什么果，就知道了吗？这哪里需要什么神通？这就是逻辑，这就是科学。就好比你看到地里长出来的是一颗西瓜，你就明白去年种下去的一定是西瓜子，绝对不会是芝麻。你出生在正月还是出生在腊月，代表了你入胎时的那个因缘截然不同。有的人前世修桥铺路，积攒了一肚子的宽厚之气，他这一世来的时间往往就带着一股子正气和福气。有的人前世刚强好斗，杀气重，他投胎的时间节点往往就冲克比较大，带着一股子肃杀之气。所以透过这个出生的时间，确实可以倒推回去，看到你前世留下的那个影子。但是我先要把丑话说在前头，我今天给你们讲这个农历月份看前世，不是为了让你们听完了以后坐在那里叹气，哎呀，完了完了，我上辈子是个坏人，这辈子没救了，或者沾沾自喜，哈哈，我前世是个大善人，这辈子可以躺平了。如果你们抱着这种心态，那今天这支影片就白看了。这叫知见不正，还要继续造业的。佛法讲命由己造，我们看清前世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知命，然后我们才能改命。你要知道自己背囊里装的是什么旧货色，是金银珠宝还是烂铜废铁，你才晓得这辈子该怎么修嘛。烂铜废铁我们赶紧把它炼化了，忏悔掉。金银珠宝我们要把它拿出来布施，
去换更大的功德，这才是我们今天谈这个话题的根本目的。好了，道理先讲到这里，把大家的知见拨正，接下来我们就真的要打开这个前世的账本了。大家可以把耳朵竖起来，对号入座，看看自己到底是哪一路神仙转世来的。我们先来讲讲这春季档，也就是农历的正月、2月、3月还有4月。春天嘛，那是生发之机，阳气刚抬头，但这几个月出生的人前世的根基差别可是很大的。大家听的时候不要光听个热闹，要反闻闻自性，对照一下自己的性格遭遇，看看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正月生人前世是秀才，这辈子在吃老本。凡是正月生的人，你们自己摸摸良心，是不是觉得自己这辈子运气还可以？哪怕遇到什么大坑，好像总有人伸手拉你一把。我告诉你，这可不是你这辈子长得漂亮，那是你前世修来的。佛家讲，正月生人前世多半是个读书人，是个秀才，而且不是那种死读书的书呆子，是那种喜交人士、行善积德的热心肠。哪里路坏了，你带头修；哪里有人饿肚子，你省下口粮去接济。你前世就像个大家长，因为你给别人方便，所以今生老天爷就给你方便。所以正月生的人往往一生衣食无忧，受人尊敬，这叫祖上积德。而这个祖上其实就是你自己的前世，但是越是这样的人越危险。为什么？福报如水，用一分少一分。很多正月生的人觉得自己命好，就开始骄傲了。你要晓得，你现在享受的是你前世银行账户里的存款，你光取钱不存钱，离坐吃山空就不远了。正月生人切记4个字，不可骄奢。一旦你变得刻薄，那个福报漏得比谁都快。2月生人前世是游乐人，这辈子心不定。2月生的人，你们有个最大的特点，坐不住，心像猴子一样跳来跳去。为什么呢？因为你前世是个游乐人，就是那些喜欢吃喝玩乐、流连风月场所，甚至混江湖的人。你前世心气很高，看不起老实干活的人，那个玩心太重，带到了这一世。所以2月生的人今生往往没有固定职业，换工作像换衣服一样勤。还有一个很痛的点，就是六亲缘浅，跟父母家人话不投机，说不到2句就想吵架。为什么？因为你前世都在外面玩，不顾家嘛。但2月生人有个好处，讲义气，毕竟前世混过江湖，懂得为朋友两肋插刀。2月生人这辈子怎么改命？就是要修定，把心收回来，找个正经事，沉下心来，做个10年、20年，那个游荡的业力才能转过来。3月生人前世是100万长者，聪明反被聪明误。3月生的人头脑很聪明，反应很快，这都是哪里来的？这是前世的福报。你前世多半是100万长者，是一方豪绅。你想想，能当大富豪，脑子能笨吗？但是麻烦出在哪里呢？前世虽然有钱，但可能来路不太正，或者花在了骄奢淫逸上。所以这一世3月生的人虽然极度聪明敏感，却往往守不住财，或者身体上容易有些小毛病，让你把赚来的钱又送给医院，这叫财多身弱的余报。3月生人最忌讳的就是算计，你要把你的聪明才智用到正道上，用到利益众生上，只要把利己转成利他，你前世那个大富豪的福气才能真正被启动。4月生人前世位高权重，今生劳碌还债。4月生的人听起来可能稍微扎心一点，但良药苦口啊。4月生人，你前世可能是个有点权力，或者在宗教官场上有话语权的人，但是坏就坏在你当时位置太高了，眼睛长在头顶上，看不起底下干活的人，把人当牛马使唤。这种傲慢是修行最大的障碍。
所以这一世因果调过来了。4月生的人往往是操心命，明明没少干活，但得到的回报往往不如别人，而且前世太霸道，这一世身体上容易有关节不好、手足病症，让你行动不方便，让你知道低头的滋味。4月生人不要怨天尤人，这是在消业啊！你每流的一滴汗都在洗刷前世的傲慢，这辈子要修谦卑，多干活少说话，只要把那股傲气磨平了，你的后福大得很。讲完春季档，接下来我们看夏季档，也就是农历5月到8月。夏天是什么？是火，是热烈。这几个月出生的人身上带着很强的宿世习气，那个能量都比较大，大家听仔细了。5月生人，一杯茶换来一世福。5月生的人，你们自己看看，是不是不管走到哪里，人缘都特别好，而且子孙往往都很孝顺，有出息。这福报哪来的？资料里讲得很具体。5月生人，前世是个大善人，你做了一件很感人的小事，在黄鹤楼前施奉敬茶，大热天你在那里摆个茶摊，免费给赶路的、做苦力的人喝水解渴，你对陌生人都像对亲人一样，这叫无相布施。佛法讲舍一得万报，你前世解了众人的渴，这一世老天爷就解你的难。你们这辈子最大的任务就是把那个茶摊的精神延续下去，在社会上多给别人一个笑脸，一句暖心话，这都是在续你前世的那杯茶。6月生人，富贵生子，却有个致命伤。6月生的人情况就复杂了，这叫福祸相依。你前世多半是家财万贯的大户人家，而且喜欢救济穷人，所以这一世你往往富裕，不缺钱花。可是呢，因果是极其精密的，你在前世行善时出过一次大纰漏，误给食物于人中毒，可能是食物馊了，或者药弄错了，让人家吃坏了身体，所以这辈子你身体上容易有神经系统的毛病，或者是中风、偏瘫的隐患，因为你前世让人家身体不受控制，这个反作用力就弹回来了。6月生人不要怕，怎么解？多放生，多照顾病苦的人，把伤害众生肉体的债，用爱护众生肉体的行动还回去。7月生人，前半生磨刀，后半生切菜。7月生的人有点像我们说的大器晚成，你前世根基很深，是信仰宗教、诵经礼佛的修行人，但为什么这一世少年时期多半辛苦磨难呢？你们要懂，这叫佛祖的考验，也叫消业。因为你前世修行把大的恶业都挡掉了，剩下一点渣子，就在你年轻时让你受点苦，把它磨干净。只要熬过那个劲儿，到了中年，你前世修行的福报种子就发芽了，事业顺了，家庭也和睦了。7月生人千万不要在年轻吃苦的时候怨恨佛菩萨，这辈子既然有佛缘，赶紧把经书捡起来，接着修。8月生人，聪明反被聪明误，半途而废最可惜。8月生的人听好了，这是给所有修行人的一记警钟。你前世是大知识分子或是大法师，经文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只有4个字把你毁了，中途而废。修到一半不修了，甚至退转之后没有佛法管束，造下了毒杀生命的杀业。所以8月生人这一世脑子极好使，可是做事常常无由夭折，看着要成功了，啪一下断了。而且因为有杀业，这辈子常常漂泊不定，身心不安。8月生的人这辈子就修2个字，坚持。哪怕是扫地，你也给我坚持扫10年，哪怕念一句阿弥陀佛，也给我念到底。同时要多行放生，化解杀业的戾气。好，春夏2季讲完了，大家是不是觉得里面的道理比单纯去算命要深得多了？他告诉我们，你的每一个起心动念，
哪怕是念经念到一半走神了，都会在来世留下痕迹。如果你是秋冬出生的，先别急，接下来的故事会更颠覆你的认知。记得先帮我按个赞，收藏起来，免得等一下找不到。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秋冬档，也就是农历的9月到12月。秋冬是什么季节？秋天是肃杀，叶落归根；冬天是收藏，万物归藏。这几个月出生的人，前世带过来的业力往往比较深沉，性格上也比较内敛或者是刚硬。特别是这里头有一个将军，还有一个养牛人，这2种因果非常有意思，是典型的善恶夹杂的报应。来，我们翻开这本秋冬的账本。9月生人，大将军的脾气伤了枕边人。9月生的人，你们自己反省一下，是不是脾气特别硬？那是真硬，又臭又硬，认准了一个死理，9头牛都拉不回来。为什么呢？资料里讲得明明白白，9月生人，你前世是个大将军。你想想看，大将军是干什么的？尽忠报国，那是提着脑袋在战场上杀敌的。那种环境下，他必须刚强，必须令行禁止，心必须像铁一样硬。这种刚烈之气，虽然保家卫国是功德，但也形成了一种很重的习气，杀伐气。到了这一世，你虽然不做将军了，但那个脾气还在。优点是骨头硬，不求人，到老都受人敬重，但是坏就坏在这个硬上。9月生的人对妻儿缘分往往很薄。为什么薄？因为你把战场的作风带到家里来了，老婆孩子是用来疼的，不是用来命令的啊！你那个煞气太重，家里温馨的磁场就被你冲散了。所以9月生人往往婚姻不顺，或者跟孩子像仇人一样。9月生的人这辈子的修行核心就一个字：柔。老子讲专气致柔，能婴儿乎？你要学会低头，学会认错，不要把家当战场。如果你能把这个刚化成柔，哪怕只有1分，你后世就是家庭和睦的大福报。否则你就是个孤独的英雄，心里苦得很啊。10月生人，有钱的孤独者。10月生的人很有意思，这是一个典型的先苦后甜的命格，但是这个苦主要苦在人际关系上。你前世为人非常忠厚，是个很有地位、很有钱的大员外，或者是专门给大户人家做引荐的权贵。你那个忠厚是有的，但可能因为地位太高，或者是门户之见太深，导致你误与人交际往来，把自己封闭在那个高高的围墙里头了。所以这一世因果就显现了。你很有做生意的头脑，这辈子肯定能发点财，因为你前世有富贵的底子。可是呢，你往往兄弟不睦，朋友疏远。你有钱，但是没朋友；你有亲戚，但是不走动。心里头那个孤独感啊，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为什么？因为你前世就在拒人于千里之外，这一世大家也就离你远远的。10月生的人不要光顾着赚钱，钱是身外之物，带不走的。你们要修和，看到人多打个招呼，赚了钱多请大家吃个饭，分一点利给别人，把你那个高冷的架子放下来，你的富贵才能长久。否则穷得只剩下钱，也是一种悲哀。11月生人前世是僧侣，手艺传天下。11月生的人我见过太多了，很多艺术家、工匠大师，或者那种特别安静的技术人才，都是这个月生的。这可不是偶然。11月生人，你前世是个出家人，而且是那种慈悲为本的好和尚。你在寺庙里干什么呢？可能是在抄经、画壁画、雕佛像，或者做一些利益众生的细致活儿。因为出家人心静，专注力修得好，所以练就了一身好本事。待到这一世，你就变得安分守己，不喜欢在社会上勾心斗角。但是你有绝活，
你的手特别巧，悟性特别高，学什么像什么。因为你前世是修行人，不求名利，所以你这辈子的名利果报来得比较慢，它是随着你的记忆成熟，自然而然带来的。这叫花若盛开，蝴蝶自来。11月生人，你们是带着任务来的，千万不要被花花世界迷了眼，把你的技术练到极致，用它来造福社会，这就是在继续你前世未完成的修行。12月生人，卖牛人的眼泪。腊月生的人，这个案例最复杂，也最让人警醒。这是典型的带业往生又回来还债的例子。12月生人，前世是养牛卖牛的，为了生计，你把养大的牛卖给屠户了。大家晓得牛最有灵性，它被卖的时候是会流眼泪的。你为了赚钱将牛出卖，结下了深重的怨业，但是你后来良心发现了，或者因为某种机缘出家行善了，你把赚来的钱拿去布施，甚至自己苦修，这个忏悔心感动了上天，这叫善恶双报。善报是什么？今世衣食丰富，寿命延长，子孙满堂，这是你后来行善的功德。恶报是什么？你这一世眼睛容易出问题，视力不好或者得眼疾。为什么？因为牛被杀的时候，那个眼睛里的恐惧和怨恨，你作为推手必须承担这个果，哪怕你后来修得再好，这个具体的债还是要还。12月生人，你们要懂功过不相抵的道理，这辈子怎么解？多放生。既然前世是因为卖众生肉身而造业，今生就要就众生性命来还债，保护好你的眼睛，多看佛经，少看不健康的画面，这就是最好的护眼法。讲到这里，12个月的前世密码我们都解开了。你们有没有发现，不管你是大将军还是卖牛郎，不管你是秀才还是和尚，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每个人来这个世上都是带着一身的漏洞，带着未完成的作业来的，这就是轮回。但是轮回最可怕的地方在哪里？不是你前世是谁，而是冤冤相报。接下来我要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听得我是背脊发凉，又醍醐灌顶。他把夫妻之间那个缘字讲得淋漓尽致。这世间最难还的债就是情债。好，大家把心收一收。前面我们讲的是12个月的前世规律，是条条框框。现在我要给你们讲个有血有肉的真事。世间最难还的债就是情债。多少人被这个情字困死了一辈子。你们看现在的社会，离婚率那么高，很多两口子在家里打得头破血流，互相恨不得把对方给吃了。很多人受不了了，就跑来问我，老师啊，我上辈子是不是杀了他全家啊？为什么这辈子他要这么折磨我？这里头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真实公案，叫做葛居士的故事。你们听听看，这像不像是在说你自己或者你身边的人？故事的主人公是个快60岁的老太太，我们叫她葛居士。她信佛多年，看着慈眉善目的，但心里那个苦水啊，倒出来真的能淹死人。有一天，她去拜见了一位很有修行的妙法老和尚，才刚跪下，那个眼泪唰的一下就掉下来了。她哭什么呢？她说，师父啊，我这辈子过得太冤了。她20几岁就结婚了，按理说结了婚该好好过日子吧，没有。她说她这几十年从来没尝过什么叫家庭幸福，什么叫恩爱夫妻。那个丈夫对她只有2样东西，恐惧和暴力。最让她崩溃的是什么？是这个丈夫，他是个双面人。他在外面那是街坊邻居公认的大好人，帮邻居干活，对同事客气，谁提起来都竖大拇指。哎呀，葛居士的先生真是个老实人呐。可是一回到家，门一关，那个脸变得比翻书还快，对他是非打即骂，稍不如意
那个拳头直接就挥过来了。为了不让孩子在单亲家庭长大，他只能往肚里吞。葛居士就这样为了孩子，为了家庭，咬牙忍了30多年。他想，我都当奶奶了，我都快60了，他脾气总该改了吧？没有，照打不误。他实在是想不通啊，他就问老和尚：师父，我这辈子没做过坏事，我也在念佛，我也在行善，为什么老天爷要派这么个魔鬼来折磨我？我到底欠了他什么？妙法老和尚入定一看，深深叹了口气，把那个前世的录影带给他倒回去了。老和尚跟他说：你不要觉得冤，这个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你现在受的苦都是你以前亲手造出来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在上一世，葛居士并不是个受气的女人，她是个男的，而且是个非常有钱的富商。既然是富商，家里自然是妻妾成群，日子过得很滋润。但是这个富商，也就是葛居士的前世，生性风流，贪得无厌。他看上了家里一个有几分姿色的女佣，那个女佣地位低贱，是卖身到府里的，根本没有反抗的能力。这个富商就起了歹心，强行把这个女佣给占有了。占有了以后，为了稳住她，他还花言巧语地骗她。你放心，只要你听话，以后我找机会纳你为妾，让你过好日子。过去的女人讲究从一而终啊，既然身子都给你了，那就盼着吧，盼着有一天能有个名分。可是这个富商呢，根本就是玩玩而已。高兴的时候就把女佣叫来发泄兽欲，不高兴的时候把在外面受的气全撒在她身上，非打即骂。那个女佣啊，活得连狗都不如，欲死不成，欲走不能。想死怕连累家人，想走卖身契还掐在人家手里。她就这样在痛苦、屈辱、绝望中熬了一辈子，直到死的那一刻，那个纳妾的承诺，富商也没有兑现。你们静下心来想一想，一个人临死前带着那样刻骨铭心的怨气和恨意，那个能量有多大？他在心里发了毒誓：我恨你，如果有来生，我也要让你尝尝被欺负、被毒打、被人当玩物的滋味。好了，画面切回到今生，那个带着满腔仇恨死去的女佣，这一世投胎成了谁？没错，就是葛居士现在那个会家暴的丈夫。而那个风流成性、欺男霸女的富商投胎成了谁？就是现在天天挨打、天天哭诉委屈的葛居士。你看这个剧本，老天爷写得精不精彩？角色互换一分不差。前世你强壮，他弱小；今生他强壮，你弱小。前世你骗他，今生他打你；前世他有苦说不出，今生你有苦也没处说，因为他在外面是个公认的大好人啊，谁会信你？妙法老和尚就指着葛居士说：你看看你自己，性格外向，工作能力强，像个男人一样撑起这个家，这就是你前世做富商的习气还在。而你丈夫呢，为人本分，喜欢干些洗洗涮涮的家务活，那正是他前世做女佣留下来的习惯。老和尚最后的一句话，像一把大铁锤一样，重重地砸在葛居士的心上。他现在就是在遭受女佣当年的痛苦，他现在就是在向你发泄前世的积怨。正所谓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葛居士听完的那个瞬间，几十年的委屈、不甘心，突然啪的一下全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她懂了，她以前觉得是丈夫对不起她，现在她知道了，是自己对不起人家啊。她哭着跪下忏悔：师父，我相信这是真的，我这真的是自作自受，我再也不怨恨他了，这笔债我还。各位，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篇幅
给你们讲这个故事。你们很多人在婚姻里受了气，就会去找心理医生，去找律师，找好姊妹吐苦水。我告诉你们，那些都是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你们之间的债。如果你们家里也有一本难念的经，也有一个你怎么看都不顺眼，怎么沟通都无效的冤家，你们先别急着发火，你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我是不是在过去的某一世也曾那样深深的伤害过他？佛法讲无债不来，夫妻之间不是报恩就是报怨。报恩的那是恩恩爱爱，怎么看怎么顺眼；报怨的那就是你欠了他的，既然欠了，那就还嘛。葛居士如果不懂这个因果，他会带着满腔的怨恨死，下辈子再投胎找他报仇，那生生世世互相撕咬，就没完没了了。这就叫轮回苦海。现在他懂了，他心甘情愿地受不起嗔恨心，这笔账就在这辈子彻底结清了。这就是因果的可怕，但这也是因果最公平的地方。但是光知道因果还不够，肯定有人会在荧幕前问老师，那我算出来了，我钱是欠了他的，难道我就得天天待在家里让他打，我就得在那里受苦？有没有办法能改命？能不能把这个恶缘给他解开？当然有。佛法从来不是宿命论，佛法是运命论。如果命不能改，那我们学佛干什么？如果命不能改，释迦牟尼佛就不必苦口婆心讲经说法49年了。接下来才是今天这支影片最关键的干货，我要教你们几招具体的实操心法。不管你是想改财运，还是想化解夫妻的恶缘，照着做，比你去庙里烧香磕头管用10000倍。各位准备好做笔记了。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怎么真正的逆天改命。佛法最伟大的地方不在于精准地算出你有多惨，而在于告诉你你有救。常常有人拿着八字来找我，老师啊，您帮我看看，我这辈子是不是注定是个穷命？是不是注定要离3次婚？我就会念他，你这人有没有志气啊？如果生下来是什么命，这辈子就只能是什么命，那我们还修行干什么？大家干脆躺在那儿等死不就好了吗？你们要晓得，命理是定数，但佛法是变数。生命就像一个方程式，命运等于前世因果定数加上今生心行变数。前世种下去的是西瓜子，这是定数，它绝对长不出冬瓜来。但是这颗西瓜将来长得大不大，甜不甜，甚至它能不能顺利长大，全看你今生怎么浇水，怎么施肥。你甚至可以选择把它拔了，改种别的。想改命，不需要花大钱去做法事，也不需要买什么昂贵的水晶洞。我今天就教你们3招，也是3个你们今天看完影片立刻就能做的微小行动。这3招就是佛法里最厉害的橡皮擦、看门人与肥料。第一招，睡前3分钟的忏悔法。还记得葛居士的故事吗？老和尚为何让他去忏悔？很多人不懂忏悔2个字的真正意思，以为跑到佛菩萨面前碰碰碰磕3个头，嘴巴说句我错了，然后往功德箱里扔点香火钱，这事就算平了。哎呀，那是在做生意，在贿赂佛菩萨，那是不管用的。忏是晨露先罪，坦白过错不遮掩，悔是改往修来，发誓绝不再犯。具体怎么实操呢？请你今天晚上就开始做，找个安静的时间，每天晚上睡觉前只要3到10分钟就够了。怕只是坐在床沿，闭上眼睛，像看电影一样回放，把你这辈子甚至你想不起来的前世，那些对不起人的事，那些亏心的念头都翻出来。比如葛居士，他就要想，我前世那样欺负人，让他那么痛苦，我真的错了，发自内心的痛悔，
你的心要真诚到什么程度？要像你最心爱的花瓶打碎了一样心痛。你在心里对着虚空默念：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我对不起，我不该伤害的众生，我认账，我错了。当你这一念真诚的悔意出来时，你心里的那个恶业种子就被滚烫的悔意给烧坏了，它再也发不出芽来了。这就是消业。第二周，抓贼般的转念关照法。你们知道自己为什么命苦吗？因为你们都是念头的奴隶。早上起来想起那个讨厌的同事，心里暗骂了一句，造业了嗔念。中午吃饭，看到别人吃豪华大餐，自己吃便当，心里一酸，嫉妒了，又造业了贪念。晚上回家，看到老公没洗碗，火气噌地一下上来了，继续造业。你们要晓得，起心动念无不是业，你脑子里的念头就像流水线一样，源源不断地生产着苦命的产品。怎么改？修关照。具体实操步骤：把自己当成保安，把你的心当成一个看大门的保安，念起急觉。当那个想发火、想抱怨的坏念头刚冒出来的瞬间，你不要跟着他跑，你要马上停下来看着他，在心里问自己：咦，我在生气，我为什么生气？觉知即无。那个坏念头就像个小偷，他最怕被你看见。你只要一瞪眼，嘿，你在干嘛？那个念头机灵一下就散了。就在这停下来的一瞬间，你把你本来要造下的一段恶业给硬生生切断了。如果葛居士当年被打的时候，他能转念想，这是我在还债，还了就了了，他不起嗔恨心，那个恶缘的死结就被剪断了。这招很难，但最管用。你如果能坚持1个月，能看住自己一半的念头，你去照照镜子，看看你的面相变不变，绝对变得柔和。第3招，不花1毛钱的利他布施法。前2招是帮你止损，这一招是帮你增收。很多人跟我哭穷，老师，我也想布施积福啊，可是我没钱啊。大错特错，谁告诉你布施一定要花钱？佛法讲七布施，1分钱不用花，你也能积攒无量的福报。明天出门就能做的实操步骤。严师给个笑脸，你能不能别整天摆着那张讨债脸？明天见到家人，见到社区保全，见到超商店员，给一个真诚的微笑，你笑一笑，别人心里一暖，这就是功德。严师说句好话，少说风凉话，少说抱怨话，看到别人做得好，随喜赞叹一句，你真棒，辛苦你了。这就是严师。心师默默祝福，这个最厉害。你走在街上搭捷运的时候，看着满车厢的陌生人，你在心里默默发个愿，希望这里的所有人都能平安健康，都能离苦得乐。没人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天地鬼神知道。你这一念善心发出去，你身上的磁场马上就亮了。总结一下，我们人啊，就像一个杯子，忏悔是把杯子里的脏水倒掉，关照是把杯底漏水的洞给补上，布施行善是往杯子里倒进甘露水。只有把这3步做全了，你那个命运的苦水才能彻底换成福报的甜水。你们不要觉得我只是在讲大道理。我年轻的时候认识一个人，他也是那种苦命月出生的，算命的铁口直断，他活不过40岁，而且会穷困潦倒，但人家不信邪啊。他发了大愿，每天做一件善事，坚持济公过格，每天睡前反省自己。结果呢，他不但活到了80多岁，而且子孙满堂，成了当地极受尊崇的大儒。这就证明了了凡四训从来都不是神话，它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照着做的命运说明书。好，改变命运的方法都教给你们了。最后，我要送大家一段话，做个结尾。这也是我想对荧幕前每一位有缘人说的心里话。这段话很重要，它关乎到你能不能把今天听到的福报1000万倍的放大，
因为前面讲的是术，这最后我要讲的是道。我晓得现在人生活忙碌，可能影片关了，过10分钟就忘了。咦，我是几月生的？我前世是个啥？忘就忘了吧。那些具体的身份一点都不重要。你前世是将军也好，是卖牛的也罢，那都是过去式了，都是像梦一样的影子。但是作为一个想改变命运的人，今天讲的这几条核心心法，你一定要放在心里。第一，你的命不是随机的，不要再问为什么是我。你今天受的苦，是前世欠的账；你今天享的福，是前世存的钱。认账才能消账。第二，身边的冤家往往是你前世伤害最深的人，不要去恨，恨就是把那个孽缘的绳子打成了一个死结。要转念还债，想着他在帮我消业，你心里那个结一开，业力马上就转。第三，改命只有一条路，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个忏悔的橡皮擦要天天擦，那个关照的保安要天天守，那个利他的肥料要天天施。说到这里，我要跟你们讲一个佛法里头非常深奥但又非常简单的道理：法布施。常常有人问我，老师，我想修福报，可是我没钱去盖庙，也没时间去做义工，我该怎么办？哎呀，你们这是守着金山在要饭吃啊！金刚经里头佛陀讲过一句话，那话重得不得了。佛说，就算你拿满了整个宇宙的金银珠宝去救济穷人，那个功德还不如你把几句正知正见的佛法讲给别人听。为什么？因为给钱只能救人一时之急，救他的肉身，但是一句佛法能救他的法身慧命，能让他迷茫的心咯噔一下醒过来，能让他少造几世的恶业，能让他从地狱的边缘回过头来。你们想一想，如果你今天动动手指，把这支讲述因果前世今生的影片转发到了你的亲友群动态墙上，哪怕有100个人划过去了，只要有1个人听进去了呢？比如你的一个朋友正准备去报复他的另一半，或者心里苦得正准备做傻事，结果他听到了葛居士的故事，听到了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他突然想通了，哦，原来是我欠他的，算了，放过他，也放过我自己。就这一念，就在这一秒，他放下了屠刀，免去了一场大祸，甚至挽救了一个家庭。这份无量的功德是谁的？是你的，因为是你把这盏灯传到了他手里的。虽然话是我讲的，但是那个缘是你结的，这就叫自利利他。你在帮别人的时候，其实是在为你自己的功德银行里存进去了最大的一笔资产。所以我很诚恳地邀请大家，我不图名不图利，讲这些就是为了让大家明理。如果你觉得今天讲的这些内容对你哪怕有一丁点的启发，让你心里的疙瘩解开了一点点，请给这支影片点个赞，点个订阅。这不光是为了支持我，这是我们在结一个善缘。你的每一个点赞都在告诉网络演算法，我要看正能量的东西，请把它推给更多需要的人。你这就是在净化我们的网络磁场。动动手指，把它转发出去，发给你的孩子看，让他知道惜福；发给你的爱人看，让他懂得因果；发给那些正在受苦的朋友看，这叫雪中送炭。最后，请大家在留言区留下4个字，留什么呢？不要夸我讲得好，那些都是虚妄，请你们留下阿弥陀佛或者随喜功德。我们要用这成千上万条的善念，在这个虚拟的网络空间里汇聚成一股巨大的正向能量场，让凡是滑到留言区的人都能沾到这份清净与喜气，都能在心底种下一颗金刚种子。世间万法皆是因果，希望大家从今往后知命不惧，
改命由心。我们下一次因缘具足的时候再见，阿弥陀佛。